针对你只要是符合防灾都更的案子，基准容积就直接调升为2倍，或者是它原先容积的1.5倍。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1年1次的都更博览会呢要开幕了，那我相信在经过4月的大地震之后呢，那么今年的都更博览会呢更加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每一个县市首长使尽全力呢，希望让城市呢变得更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桃园市都市发展局的江南志局长局长好。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想大家在都更的路上走了很多年那我相信今年民众大概会更加感受到都更的重要性跟都更的需要性。桃园市呢，大致上呢，我们也看到桃园大概有30万栋的比较老旧的住宅。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这一些早期发展的城市呢，其实都有急切都更的必要性。今天先请局长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桃园市尤其在改制之后，整个都会的容貌呢慢慢就在成型。我们要先请局长来告诉大家，桃园在这几年当中它的蜕变。桃园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传统是一个工业城市，103年升格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桃园都市转型的转捩点所以在这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桃园有非常多的地方开始发展包含刚刚社长提到的青埔或者是中路这些地方。可是这个其实就让桃园面临了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一般在国外讲这个叫做郊区化所以就桃园其实这几年移入人口还是非常多，可是移入的人口其实都在这些新兴发展地区，建设的能量其实也都集中在这些区域所以这几年来从升格到现在这8、9年，其实都更的能量其实一直也没有起来市中心就空洞化，不管是商业或人口外移，其实就非常严重。所以在张市长上任之后，其实我们针对都更这件事，其实我们把它分成3个很重要的工作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先投入公共资源去做公共设施的改进。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强化自己公办都更。大家都知道推都更其实房价跟地价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要素那虽然这一段时间其实青埔的房价或者是有一些新兴开发区的房价开始往上走，我们原来看了3字头后来一看5字头了，有6字头，现在听说有7字头是，所以也不止青埔其实包含我刚才讲的桃园区的中路八德区的八德扩大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目前 A20、A21 这几站其实房价都开始往上走。那旧市区的部分必须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就在政策上面我们开始要去协助私部门公私协力来投入都更的工作。公部门知道都更现在的重要性，我想主动去推动，这个是好事。我们办的都更博览会很多年，过去的民众一开始无感大概我就发现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博览会的讲座当中都爆满，公司他们设了一些摊位跟咨询有关的，民众大排长龙。我在想说，桃园市的市民对都更的那种观感或对都更的这个想法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变？是，刚才社长讲到一个重点从去年我们开始提了桃园跟中壢2个旧城的再生计划之后我们在这2个范围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办都更。像我们在去年底针对桃园车站周边有一个公办都更动工的时候，很多周围的民众自己也跑来主动跟市长澄清说我们希望周边的他们的房子也能够可以来推动都更所以今年我们才会去推动3个专案希望能够协助周边的老旧的建物，它有都更意愿的我们可以协助它更快的来去启动这件事情。像去年我有提到，其实我自己是把它定义成整个桃园的都更元年民众已经开始那个能量已经开始准备。那可是当然像我们桃园是自己本身还没有都更处，也没有住都中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极力要推动转型的一部分。这些年当中，其实林口当然属于新北市了但是林口在很短时间它其实移入非常多的住户林口之后呢，往桃园的方向也非常明朗所以这个就是说台北市呢这几年我觉得像都更的路上为什么民众开始有感呢？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你看到国宾饭店拆了以后呢豪宅
也要盖，饭店也要盖。现在松江路的像六福客栈啊，或是我们看到西华饭店，那些原来的饭店啊，大家耳熟能详饭店都拆了，是民众呢对都更开始有感。对，桃园现在看起来比较少地标型的个案，将来在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路上，桃园市会有什么新变化？是刚刚提到市中心区我们自己原先有一个桃园假日饭店，然后市中心区在车站附近的以前叫今日饭店这个也现在围里也围起来了。这几个案子当然都非常指标，那可是我们自己有察觉一件事还有很多指标性的个案，例如像我们正光花园新城的海沙屋，然后再来就是中立火车站出来的那个财神大楼类似这些，对，类似这些标的的建物。所以我们今年7月1号3个专案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推动防灾都更。对，那这个防灾都更其实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我们的都委会同意，就是针对你只要是符合防灾都更的案子，基准容积就直接调升为2倍，或者是它原先容积的 1.5 倍。还是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啦就是大家都会谈说都更的时候原地主都希望能够一坪换一坪，对，换越多那这个迷思其实真的必须要跟民众来讲其实你是原先相对比较有安全疑虑的房子，那你现在换成一个全新的房子，本来自然就会有一些成本在里面。我们政府当然在政策上会尽力协助大家去改善它的居住环境，可是这一个部分我们现在也会改变一个做法，就是你只要自己有自办意愿的未来的都更专案办公室会去协助转成公办。因为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民众会觉得建商或者是厂商可能信任感不太足够，我们是希望能提升这个信任感所以这2个政策下去推之后，我们希望指标性的标的就能够获得比较快的推动。我现在碰到很多人年纪大以后呢，两腿不良于行，是，那也给社会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过去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2楼3楼4楼的楼梯式的，随着年龄增长以后，比如他年纪70、80不方便，有电梯跟没电梯就差很多了。对，所以为什么都更我一直在讲说都更的重要性，现在人口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桃园这种现象到底严不严重？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桃园它跟其他都市比起来相对不严重，透天厝也比较多。对，它一个透天厝比较多，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大概这10-20年整体开发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们的人口其实多数都聚集在新的整开区就是比较新兴区域。依照数据来看，其实桃园的老宅的数量应该是6都最低的，可是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在我们推社宅的过程中，我们后来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高龄友善换居的政策老人家你如果说你住的地方不方便，跟你沟通之后，你愿意换到社宅去住，然后把原来的去透过包租代管去租给更方便的人一开始本来也想说不是很好推，结果后来到目前为止其实也已经有7户入住都觉得生活方便很多这个是一个。那可是当然就是生活的形态，这个就是我们对社宅服务可能我们会再做一些调整，可能会多办一些老人家的活动，去让老人家住在社宅里面更高兴的这件事情所以确实我们比双北来说严重性没那么高，对，可是还是需要解决一部分老人家不便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对的政策跟都更确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大力的去协助他们推动。我想都更发展的路上最怕这种文林院的个案这一种情况在桃园在推动都更的路上，这个情况也不严重，因为我们的案子成案的案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对所以到非常极端的个案其实相对是少的对桃园来说，我们现在要推都更就会比别人幸运，比双北幸运一点，因为有前车之鉴可以学习，所以在政策的推动上面就会针对这个部分去多加琢磨例如像我们这次防灾都更这个专案出去之后，也有一些原来海沙屋的屋主他开始松动，他觉得好像可以开始启动这件事了，可是他就第一个会问说那我们是不是有例如社宅可以住或什么这样的议题出来。这个当然我们原先在规划的时候就会针对你，只要是我们防灾都更的专案，我们就会有一个类似中继宅的概念，然后让整个都更案可以更快速的推动，然后尽快让他们回来。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目前因为有双北的案例，所以我们自己在推动政策的时候就可以消弭一点民众对于
它可能无家可归的这种疑虑。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哈。是，那是另外一个显著的启发的一个个案就是说，其实桃园我一直建议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都心。这个都心的概念就是说，新北市原来它是新庄、三重这个新店各自林立嘛，中永和。我看在朱立伦当市长的时候，把板桥变成新北市的都心，高铁站的周边县民大道连接起来，新北市那种都心是很完整的。是过去来讲，中立或桃园大家各自发展嘛，对，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都更的执行，让整个都心的特色在一个城市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变成一个更美丽的城市？是，社长真的对都市规划真的蛮了解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桃园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桃园要从一个工业都市去转型。我上一次在博览会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如火如荼在推的一个案子，就是铁路地下化之后，对这个路廊的转型。我们有3个既有的车站，桃园、中立跟内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TOD 的方式去把这个既有的区域去做一个调整。对，旧城再造的范围可能一划可能大概有100多公顷的范围，可是大车站区域我们把前后站划定之后，我们现在初步抓大概是会在40几公顷到50公顷。那桃园的前后站其实差异非常大，很重要的原因是后站有一大片排营土地是没开发，所以大家有到桃园去就会发现，桃园后站出来之后，其实没什么，都是空地，没什么人。可这个刚好是我们桃园车站转型的很重要的契机所以我们现在如火如荼在做的就是针对这个车站本体。车站专用区跟它周边的这些土地怎么样共同合作，提一个大车站计划，把周边原先公共设施比较不足、道路比较狭窄的问题去做改善。我们也希望这3个计划执行下去之后，就可以达到刚才社长提的，就是可以让桃园的都市形态是中心的转型。我们以前到桃园大概从春日路现在很多到桃园是往北边青埔那边的方向，机场的方向。我一直在讲说那个城市定位，如果桃园有一个很完整的这种都心的轮廓，那我相信这个对桃园市发展应该是有利的。是，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是希望透过这个铁路地下化把这一条路线上其实它包含的人口其实就高达100多万。我们现在就试着要用这一个铁路地下化之后这个廊道让它变成一个都市的核心，同时它会带动7个车站因为既有3个车站还会增加4个新的车站，这些车站都会有它新的 TOD 的策略去转型。所以未来桃园的这7个车站包含它周边的腹地范围，我们希望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核心跟都市形态。那7个车站里面，桃园跟中立又会分别发展各自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定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发展，大家想到桃园的时候那个轮廓更清晰啊。好，我想市长在推动都更的路上，这2年看起来他也成立都更办公室，专案办公室。现在大家也很想知道说，这个都更办公室的运作跟未来在桃园发展都更的路上，他会扮演什么角色？都更专案办公室是短期的，对，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着手在修自治条例要把我们的社会住宅服务中心调整成住都中心。在还没有完成组织调整之前，现在就成立了都更专案办公室。那这个推动当然我们就把它摆在3个很重要的工作上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防灾都更的推动，我们会主动出击去找到我们认为应该要尽速协助的案子。第二个其实就是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桃园其实在私有的能量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有双北的经验去赶快让这些私人变成是都更推动师、规划师之类的。第3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希望让本来有意愿的案子，那可是在整合的过程中比较零散。我们现在提的是，你只要符合防灾，你有 50% 确定同意想要推动，我们就可以帮他去做选配、量体模拟这些事情，就慢慢的去辅导他转成公办。未来其实我们的专案办公室乃至于到明年变成住都中心之后，这3个就会是我们短期很重要的推动工作。好，我想在未来都更的路上我在想最后要请教局长，就是说近年在近邻城市、智慧城市的热门话题当中，桃园在转型上可不可能成为6都未来发展的新典范？是，我刚才提到铁路地下化工程的期限，现在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有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包含我们现在目前在思考怎么
利用这个腾空的路廊，我们知道其实像台北市过去腾空路廊地下化之后是市民大道嘛，市民大道，板桥当时地下化之后是变成县民大道，县民大道轮到桃园之后，现在目前整个全世界对于城市的愿景想法都会比较朝人本来走，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个路廊，我们也希望能够跳脱传统是车行的角度，而是比较朝人行的角度来走。回到刚刚讲的近邻或者是智慧城市或者是科技的这一块的发展，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路廊，我们也在思考可不可以做成设计成风廊的规划等等。那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它10年后才会发生嘛，也许会有自驾车的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未来除了是很漂亮的园道，类似台中的草悟道这样子，是民众可以在里面游玩的地方。桃园有一处大概在大有路有一处那个步道，现在设计的不错啊。桃林铁路，因为我上次走过，对，蛮好了。因为现在目前桃林铁路也在我们都发局正在做第5期，第5期就会接到西滨了，因为它跟刚刚社长提到的那个南坎溪是平行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可以把桃林铁路跟南坎溪自行车道串联起来，搭配我们的捷运绿线跟机场捷运线，把这个大范围朝向更绿色运输的角度去做规划。所以这些其实都会聚焦在怎么去推动绿色运输跟近零碳排的大的政策下面。好，我想桃园我算很熟了哈，就是说像59统山哈，它整治的也不错啊。是，那你如果在更郊区，这个里面那个步道茶园景观啊，是它也很好。是，那到大溪一直到原来复兴石门水库那个一周边啊，适合大家去踏青的地方。所以我想未来的都更的发展的路上，局长刚刚也提了非常多他的新的看法跟新的建树，我们非常感谢局长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摄影棚，在未来都更的路上，大家一起来努力，共襄盛举。今天谢谢局长，是，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